小伙伴们还记得吗？春节的故宫，加油那位博文见到了，再给您当面加一次油，明年好运，好吗？我们真的要离开了。好，谢谢你。好，拜拜。我济南快进入4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小伙伴们看，前边是东京站。今天上午9点10分起跑，11点半之前肯定会有运动员从那边过来，一路到这边，完成他们的2024年东京马拉松。清晨的终点应该是没有运动员来的，我是来拍摄，准备今天的观赛。依旧像去年一样，分几个颜色去疏散。今天东京的天气非常好，但是呢，风比较大，比大阪马拉松的时候风大。今天的风速最高是8米每秒，大阪的时候是9米每秒。现在是东京时间3月3号早晨8点55，还有15分钟，2024年东京马拉松就要起跑了。我现在是在大约31公里左右的地方，这条路就是赛道，选手们会从那边跑过来，一直跑到那边，过了那个铁轨桥右拐。志愿者们，今天我晨跑的时候，志愿者们就都已经开始集合，有的开始开会。我们现在去东京站去寄存行李，之后前往14.3公里的地方去拍摄。第一集团到达14.3公里的时候，大约是40分钟。发枪了，发枪了！看这边已经严阵以待了，志愿者们。我们现在要过马路，只能走地下通道。走。Nice。我远远的看到了一辆计时的引导车，我猜是轮椅选手。对，是轮椅选手已经过来了。现在是当地时间早晨9点半，起跑已经过去半个小时。轮椅选手没有想象的竞争激烈，第一方阵已经只有2位选手了。现在来这一位是目前的第3名，之后后边的选手距离还很远。等一会儿第一集团来了，我试试能不能追一下，因为这儿人没有想象的多，基本上只有1排，大家看，只有1排人。但是我个儿太矮了，争取能拍到一些。小伙伴们已经远远的看到了警车，还有计时车，应该是过来了。现在是9点48分43秒，过来了，过来了。我要准备了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！大家看，看远远的第一集团，金小格是在远侧白帽子。哦！
我真的追不上啊！我都不知道拍成了什么样，小伙伴们，但是我真的追不上啊！看14公里的计时牌，我真的追不上啊，太快了！他们已经超过了轮椅选手，部分轮椅选手。哇！我脚上还是穿的一双走路的鞋，穿着羽绒服。我已经看到先头的车了，应该很快就要过来了。我看到引导车过来了。吉普乔格马上就要过来喽！Kipchoge! Kipchoge! 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哦，女子选手过来了。这是男子的第3集团。ファイト！この後イベントで使いますのでご移動お願いします。ファイト！山下さん頑張って！紧接着的是一波大部队第3集团。有很多日本选手。又来了一大波运动员，这已经是第5或者第6集团了，但是前面有几位单独的运动员，不算集团了就。有中国选手，看，远端穿着 China， 加油加油！又来了一个大集团。你看刚才那位中国选手没有臂套，但是他拿不知道是绩效贴还是胶带，也是把能量胶绑在大臂上。回头女子选手了啊！
我拍到那个哈桑了，他是51号，在中间不是很明显，穿的是今年 Nike 的那个绿色配色的衣服。我外这边好大一个集团呀！这是女子的第2集团。小伙伴们又看到了引导车来了，第1集团来了。第1集团有2位选手，第3位差的稍微有一点远，不知道吉普乔格大概是什么情况。小伙伴们不出意外是第2集团。我现在不知道吉普乔格是第几集团，又来了一个转播车和引导车，我们静静要看第4名是谁会跑过来。吉普乔格在第2集团，然后第3集团也有很多人。所以目前看起来，差的距离应该最后的不到10公里，应该是追不回来了。就是前3名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是刚才过去那3。小伙伴们来跑东京马拉松的时候，在这儿一定把姿势摆好。这个地儿是所有地方我觉得照片最好看的地方，除了东京塔。因为你们看，摄影师就在那儿，屏幕正中间那就是我说的摄影师的 logo， 然后摄影师都是长焦在这儿在抓各位过来的画面，尤其是您如果跑得快，前面人不多的时候。第1集团选手马上就要通过34公里过这个点了。前面看视频发现吉普乔格掉入第1集团了。35km超のスピード。どっちやろう？吉普乔格和第1集团的2位差的已经很远了，不知道今天他是出了什么问题。在第14公里的时候，他还在第1集团，看上去没有什么异常。吉普乔格过来了。确实感觉跑的状态不是太好。小伙伴们，观赛比比赛还累。我们今天的行程是在14公里拍第1集团，那时候吉普乔格还是在第1集团，然后之后赶到33公里和34公里2个点拍摄，
现在我们在最后的1公里，这条熟悉的路，看看这条熟悉的路，人挺多的。最后的1公里就直直的过去，大概这条路有900米的样子，然后拐过弯有100米的样子，好像差不多。这条路给的感觉，当时给我的感觉是，怎么跑都跑不完。其实我只跑过1次这条路，我第1次参加东京马拉松的时候，终点还不跑这条路。然后刚才还碰到了昨天早上热身跑从澳大利亚来的观众，也是第1次，可能我猜是第1次观赛，给朋友加油。我们找了一个位置，刚才在33公里那儿还碰到昨天早晨见到的澳大利亚来的朋友们，应援团队，然后在34公里、41公里那儿给人家指了一下大概的路线，因为感觉他们也是没有太多的观赛经验，其实我也没有，我完全没有观赛经验。过来了一辆车，不知道是轮椅选手还是什么情况，我已经没有关注时间了。现在是11点07，那应该也差不多了。如果他们在2小时3分完赛的话，那就是11点13，对吧？那到达这儿的时候，应该就是11点12。转播车过去了，现在是11点09，不会这么快吧？因为现在的直播给到的镜头是吉普乔格，吉普乔格已经39.6公里了。应该是来了，哇，好快呀！第1名。现在是整整2个小时，那他应该在2021完赛了，我估计很有可能。第2名落得有些远，应该他不可能对第1名造成什么冲击了。其实近距离看专业选手，他跑到这儿也不行，也是很艰难。第3名被落下了，第3名还没有拐过来。你们看远远的那儿就是拐弯的地方。我觉得东马选这条路作为最后1公里还是挺有意思的，就感觉，只不过就路面有些遗憾。大家看路面是这种路面，是这种砖路，整个这1公里的路基本都是这种路。第3名来了，第3名来了。第3名的配速，我的相机跟就没有那么费劲了。第1名当时几乎是跟不上。
我都不知道东京马拉松的赛道记录是多少，但是我估计这个成绩应该差不多会破吧。第一名202，没有打开201开头，但是他 PB 了，应该也破了赛道记录。第四名来了，远远的还是看不到吉普乔格。男子的第4名，后面又来了一位，下一位很有可能是吉普乔格了，很有可能了。啊，好像不是哎。没有看到吉普乔格的身影。男子第5名、第6名、第7名、第8名、第9名，我看见吉普乔格了，他在后边。那吉普乔格如果没有数错，现在是第10名。Kipchoge，Come on！ 哎呀，看到吉普乔格跑过去的背影，怎么说呢？年龄真的是马拉松运动员，或者说是任何运动员的一个最大的敌人。冠军总会老去的，但是冠军创造的那些英雄的事迹，也许永远都会在一代跑者的心中吧。就像流星划过世界的吉普图姆，也给世界留下了一道可能人们能够记忆很久的一道光彩。不知道今天的女子会是什么成绩，可能再有10分钟左右吧。吉普乔格2小时06分50，这个应该是他历史上所有比赛里名次最靠后的一次，而且不知道会不会对他今年的奥运会有什么心理上的影响吧，因为不知道人家为什么出问题。这位选手的手套好抓眼球啊！看这位选手，压缩裤上都有干掉的汉字了。这位选手很艰难了，这一个小小的起伏就很艰难了。看到好几双这个配色的阿尔法Fly 3了。哦，服部军哈特利。你看迎面跑来这2位很拼，在冲刺，动作都有些微微变形了。我觉得真的跑过马拉松的人，或者拼到过这个时候的人，就像我跟在这儿看这些选手的时候，我是有不一样的心理感受的。可能以前我不跑马拉松的时候，看马拉松比赛，偶尔会觉得
运动员，不知道运动员当时什么感受或者什么心态。现在我差不多能知道。后面来了一辆转播车，不知道是不是女子的冠军集团过来了，很有可能。女子的第1名也并不是哈桑。我还看到了中国选手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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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女子的第2名。啊，哈桑过来了，对吧？没看错。看近距离看真人，好健壮啊！大家看到这些都已经是号码牌的男子选手，都在220以内，目前还能在220以内。现在距离发枪是216，所以其实每个人仰望的大神，无论是破4选手仰望的破3，还是破3选手仰望的250仰望的240，我仰望的240，或者是230、220，每一位选手跑到最后的1公里，大家的心态，你们看过来这位头都歪了，心态、体力、状态，看这位4164号。都是很艰难的，这也许就是马拉松的魅力，因为没有除了铁人3项或者是超级马拉松越野这种耐力项目以外，任何的体育项目，运动员都不会有这样的感觉，这样的极限。看这位黄颜色衣服的选手，看。他应该是有一侧要抽筋儿，或者是出了问题。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故事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目标，每个人有每个人每个月的训练。现在屏幕上这些人，可能就是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跑在各个城市的各个地方，跑啊跑，跑啊跑，就是为了最后这1公里可以不这么狼狈。就是为了看这位选手，就是为了最后这1公里，可以心里想着的那个时间是真正自己能够实现的时间，而不是望着一个时间比心里预期的那个时间要晚。42公里的赛道几乎没有奇迹，就是训练的检验。这位号码布掉了一个扣，看这位女性选手，表情都要哭了。我在这儿看，太难了，太难了。这位是个 YouTuber， 哎，头上在别着相机。他跑不进220了，但是肯定可以进225。225以内的 YouTuber 全程拍摄，太厉害了。哎，小伙伴们，我们已经离开了赛道，前往东京站，准备回大阪了。明天又是新的一周，要工作，要训练。对选手们也是，明天又是新的一天。也许解决完旅途和比赛的疲惫之后，他们又进入下一个备赛的周期。不管是运动员还是普通爱好者，我们都是
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一个周期接着另外一个周期，人可能总会变化，能力呢也不能永远都是巅峰，但是只要自己还在马拉松的这条赛道上，那就燃烧自己，燃烧到燃烧不动了。无论是像吉普乔格、像吉普图姆这种优秀的运动员，给世界留下了很宝贵的东西，亦或是像我们普通人，可能是给自己、给家人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，这些都是马拉松带给我们不可多得的珍贵的礼物吧。行，那就不跟大家多说了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吧。那我们回大阪，下回再见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